刘阿姨今年65岁，一向自诩身体硬朗，饭后还爱去公园遛弯。可有天她下楼时，突然觉得双腿发软，差点踩空滚下来。隔壁热心的王奶奶一听，吓得直劝她赶紧重视起来。人老腿先衰啊，我有个老同事当初也是腿没劲儿，没多久身体每况愈下。后来王奶奶欲言又止，但意思很明确，腿有劲命才长。刘阿姨半信半疑，腿脚不给力真的会影响寿命吗？其实不少人和刘阿姨一样，年轻时没觉得腿有多重要，直到年纪上来了才发现爬几层楼梯都气喘腿抖。俗话说，树老根先枯，人老腿先衰。双腿就像我们身体的地基和支柱，腿垮了，生活质量也会直线下降。更夸张的说，养腿比养命还重要。这话听起来夸张，却有一定道理。接下来我们就用趣味故事和科学研究来说说腿部健康与长寿的关系，以及分享3个中老年人都能练的经典养腿动作，帮助大家养好腿，将来走路都带风。别看腿只是身上的下半截，它可承担着大任呐。全身1半以上的骨骼和肌肉都集中在双腿，身体最大的关节、膝关节、髋关节和最长最结实的骨头股也都在腿上。可以说，腿部是人体的承重墙。如果腿脚无力，平衡和行动力都会变差，生活自理都成问题，更别提长寿享福了。现代研究也在印证腿好寿长这一点。比如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，走路速度快的老人整体健康状况更好，往往也活得更久。想象一下公园里那些健步如飞、走路带风的大爷大妈，他们腿脚利索，说明心肺功能、肌肉力量都比较优秀，这是长寿的标志之一。反之，那些走2步就腿疼腿软的，往往身体机能已经在走下坡路。再来看一个欧洲的研究案例，针对上千名平均67岁的心脏病患者随访数年，结果发现大腿肌肉力量越强的人，心脏衰竭的风险越低。大腿有力的人和腿无力的人相比，心衰住院风险降低接近1半。可见腿部肌肉不仅支撑身体，也在默默保护着我们的心脏。有经验的医生甚至说，腿部状态就是健康晴雨表。腿有劲的人往往骨骼更硬朗，柔韧性更好，连心肺功能都不差。还有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来自英国，研究人员对一对双胞胎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追踪，对比他们的身体状况。结果显示，腿部力量较强的那一组双胞胎，10年后认知能力和大脑健康状况都优于腿弱的那一组。也就是说，腿脚越有劲，大脑老化越慢。这听起来神奇，却充分说明腿部锻炼对全身的重要性。不仅强健身体，还可能强健大脑，预防老年痴呆呢。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看，腿部健康和人的长寿、健康老化都有密切关系。难怪老人们常说，人老先老腿，腿不行了，衰老就真的开始找上门了。人到中年以后，为什么腿脚会渐渐不听使唤？幕后黑手就是自然衰老带来的肌肉、骨骼、神经变化。让我们拆解一下。肌肉流失，大约从30岁开始，我们身体的肌肉量就以每年 1%、2% 的速度悄悄减少。60岁后，肌肉流失速度还会加快到每年 3%、5%。常年缺乏锻炼的人，腿部肌肉更是大撤退。腿部肌肉一少，就好比手机电量掉到 20% 以下，随时可能罢工。没有结实的股四头肌、大腿肌和小腿肌支撑，我们站立、行走都会变吃力。你有没有注意过，有些老年人腿特别瘦，走路发飘，那就是肌肉流失严重的表现。医学上把老年肌肉大量减少称为肌少症，是衰弱的主要原因之一。骨质疏松，骨骼就像腿部的钢筋水泥，年轻时钙质充足，骨头硬朗强壮，可随着年龄增长，钙质不断流失，骨密度下降，骨头变得像干枯的树枝一样脆弱。这就是为什么不少老年人轻轻一摔就会骨折，尤其是髋部骨折、大腿根部，而髋骨一旦骨折，后果很严重。有统计显示，老年髋骨骨折后1年内的死亡率高达 15%， 即使不致命，骨折后长期卧床也可能引发肺部感染、血栓等一系列并发症。腿部骨骼变脆弱，还会导致驼背、身高变矮、关节疼痛，让人行动更加迟缓。
关节磨损，我们膝关节、髋关节这些年迈时常常咔咔作响，酸痛不已，很多都是关节退化、软骨磨损的结果。腿部承重关节在几十年如一日的使用后，软骨就像磨损的轮胎一样变薄，关节润滑液减少，行动时自然吱呀作响。关节疼痛会让老人更不愿活动，形成恶性循环，不动则关节僵硬，更痛，越痛越不想动，最终导致骨关节炎找上门来，膝盖变形，腿也伸不直，走路一瘸一拐，神经退化。上了年纪后，很多人感觉腿脚不听使唤，走路像踩棉花，反应也慢半拍，这是因为支配腿部的神经反应速度变慢了，大脑发出抬腿的指令，传到腿上可能要稍微卡顿一下，肌肉的反馈也没年轻时灵敏，这种神经肌肉协调下降会影响平衡能力和步态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腿跟大脑不同步了，所以老人容易拖着脚走路，不抬脚容易被小台阶绊倒，神经反应变慢，加上前面说的肌肉变少，关节不灵活，难怪老人家走路容易跌倒。血管与循环，腿部还有庞大的血管网络，承担着全身一半的血液循环。我们小腿肚子有个外号叫第二心脏，因为小腿肌肉收缩时就像一个辅助泵，把静脉血液从下肢挤回心脏。如果长时间不运动，或者腿部肌肉太薄弱，这个帮浦功能就差，腿部血液回流变慢，心脏供血也受影响。很多久坐不动的人站起来会头晕，就是下肢静脉血一下子冲不回来，大脑短暂缺血的缘故。腿部血液循环不良，还容易出现静脉、腿部水肿、冰凉等问题。总之，腿就像心脏的好搭档，腿不给力，心脏负担还更重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可怕？别急，了解这些变化并不是让大家认命，而是为了对症下药，积极应对。衰老固然无法抗拒，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后天努力减缓腿部的老化，让衰老的进程放慢脚步。下一段我们就来聊聊如何保护我们的腿，让它为我们的健康长寿保驾护航。如果你的腿会说话，它现在可能正冲你喊，主人，活动活动我吧，不然我可要报废啦。真的是这样，一个人腿部衰老的速度很大程度取决于日常是否锻炼。好消息是，无论几岁开始运动锻炼都不算晚，保持腿部活动，哪怕老年再开始，依然能收获显著的好处。科学家曾做过一个懒惰实验，让一群受试者在2周内尽量不使用一条腿，不走路也不运动，结果发现仅仅14天不用，那条腿的肌肉力量居然下降了将近1/3。年轻人如此，老年人也一样经不起长期不动弹。由此可见，用进废退绝对不是危言耸听。腿部肌肉偷懒个把月，等于老化好几十年。长期卧床的病人更明显，没多久腿部肌肉就显著萎缩，站都站不起来。所以第一条秘籍就是别让你的腿闲着。当然，并不是要大家去跑马拉松，爬珠峰式的高强度运动。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贵在坚持适度的锻炼。医疗专家建议，每周至少有3天进行计划性的腿部运动锻炼，每天累计20分钟以上。这里计划性锻炼指的是专门的肌肉训练、步行等，有别于日常零散走几步。坚持运动能够维持腿部肌肉力量，延缓骨质流失，还能改善心肺功能，一举多得，何乐而不为？你可能会问，我都60多岁了，现在开始练腿是不是太晚？一点也不。研究表明，即便人生过半再开始锻炼，仍然可以明显降低死亡风险，提升生活质量。许多70、80岁的长者通过后天锻炼重新练出好腿脚的例子比比皆是。70岁练都不晚，只要开始，永远不嫌迟。与其担心锻炼有没有用，不如马上行动起来试一试，你的身体会给出惊喜的反馈。除了运动，日常生活中也要注意几点来养护我们的腿，避免久坐久站一个姿势，坐多久都要起来走动活动筋骨，哪怕原地踮踮脚尖。注意腿部保暖和舒适，别总穿紧身裤、翘二郎腿，高跟鞋也不要久穿，以免影响血液循环。还有就是均衡营养，充足蛋白质，肌肉可是需要蛋白质来修复生长的，豆制品、鱼肉、蛋奶要跟上。这些生活细节都做到
配合锻炼，你的腿一定会比同龄人的更加年轻有活力。说了半天，究竟练什么才能养出一双长寿腿呢？下面隆重介绍3大经典腿部训练动作，简单有效，不管您是50岁还是75岁，都可以根据自身况进行练习。它们分别是深蹲、抬腿、弓步蹲。这3个动作无需器械，在家就能练，是中老年朋友公认的抗衰老腿功。我们逐一来看。提到练腿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深蹲。是的，深蹲 squat 堪称腿部第一养生动作，别被深蹲2字吓住了。其实你每天坐下站起，就是在做类似深蹲的动作。深蹲能同时锻炼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、后侧的股二头肌，以及臀部和小腿，是全面强化下肢力量的王牌动作。对于中老年人，我们推荐一种安全的变式，靠墙深蹲。怎么做呢？找一面平墙，背靠在墙上站好，双脚略微分开，与肩同宽，脚尖朝前，然后慢慢弯曲膝盖，划着墙壁下蹲，就像要坐在一把隐形的椅子上，蹲到大腿和地面平行，大概膝盖弯曲接近90度时停住，保持这个半蹲姿势。刚开始保持20秒左右，就会感觉大腿酸酸的，这是在唤醒沉睡的腿部肌肉哦。休息一下，重复几组，随着力量提高，可以逐渐延长坚持时间，目标是每次累计能蹲1分钟甚至更多。墙壁能支撑你的后背，减少失去平衡的风险，非常适合初学者。要是嫌无聊，可以学学有经验的朋友。背靠墙深蹲的时候，手里拿本报纸看看新闻，时间很快就过去啦。坚持深蹲有什么好处？首先，大腿肌肉会变结实，日常像上下楼、蹲起这些动作都会轻松许多，再不怕上厕所蹲下去站不起来了。其次，深蹲是承重动作，对提高骨密度很有效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骨质疏松。深蹲还训练了核心肌群和平衡感，让你站得更稳。很多老人担心深蹲伤膝盖，其实正确的深蹲反而能保护膝盖。强壮的大腿肌肉会帮膝关节分担压力，膝盖更稳定。关键是量力而行，不要一开始就蹲太深太久。有膝痛的人可从半蹲小幅度开始，一旦尝到甜头，你会发现深蹲让双腿又找回年轻时的劲头。接下来登场的是抬腿练习，别小看这个动作，它是中老年人公认的腿部基本功，简单却大有裨益。抬腿的方式有很多种，这里介绍2种常见又安全的。坐姿抬腿，找一把结实的椅子，坐在椅子前1/3处，背部挺直，不要倚靠，双脚自然下垂，手扶椅子边缘保持平衡，然后一条腿慢慢向前伸直，抬高，尽量让大腿后侧离开椅面，小腿悬空伸直，坚持5秒左右，再慢慢放下，换另一条腿，左右腿交替各做10到15次。如果觉得太轻松，可以在脚踝绑沙袋，增加一点阻力。这个动作主要锻炼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。股四头肌可是保持走路和爬楼梯能力的关键肌群。年纪大了，它要是没力，腿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使不上劲。所以每天坐着看看电视时，不妨做几组坐姿抬腿，小幅度即可，贵在坚持。日积月累，能有效改善腿部力量。直腿抬高，平躺在床上或瑜伽垫上，也可以在地板上铺个垫子仰卧，双腿伸直放平，手臂放体侧，然后一条腿缓缓向上抬起，膝盖尽量不要弯，抬到与地面呈45度左右即可。坚持2秒，再慢慢放下，换另一条腿重复，每侧做10次左右。这个动作看似轻松，其实对下腹和大腿前侧都有锻炼作用，有助于增强下肢力量和核心稳定性。对于腿部力量较弱或者有膝关节问题的长者，直腿抬高是个很好的入门动作。它不会给膝关节施加压力，却能激活腿部肌肉。一些康复训练中也常用它来帮助患者恢复腿部力量。抬腿动作最大的优点就是随时随地可练，坐着躺着都行，不需要任何器材，甚至等公交、煮开水的空当，扶着墙也能抬抬腿锻炼一下。别看动作幅度不大，只要坚持，效果不会缺席。很多老友记们早上睡醒还没下床，就先躺着抬腿，做个床上体操，活动一下筋骨再起床，感觉腿脚轻快不少。这就是抬腿练习带来的惊喜。每天一点小锻炼，
逐渐找回腿部的力量和控制力。最后一位上场的是弓步蹲，也叫弓箭步、箭步蹲，英文 lunge。这个动作姿势有点像古代弓箭手拉弓射箭，所以得名。弓步蹲能锻炼腿部肌肉的同时提升平衡能力，对预防跌倒很有帮助，可以说是稳如老松的练腿秘籍。标准做法：站直站稳，右脚向前跨出一大步，向前踏出弓箭步的姿势，两脚前后打开约一条腿的距离，保持上身直立，眼看前方，然后缓缓弯曲前面的右膝，让身体下降，后面的左腿膝盖也一起弯曲，接近地面但不碰地。这个姿势像是单膝下跪，但前腿承担重量。注意前面的右膝不要超过脚尖，保持小腿近乎垂直地面，以保护膝关节。停留1秒后，用前腿发力站起，收回右脚回到起始站姿，换左脚向前，重复上述动作。每侧腿做810次为一组，根据自己情况做23组。听上去有点复杂，其实掌握要领后非常简单。刚开始练习时，可以扶着椅背或墙，以防站不稳，或者干脆在床边练，这样万一失去平衡，可以坐到床上不至于摔倒。弓步蹲对于初学者来说，不一定要蹲得很低很标准，哪怕只是轻微屈膝，感受到大腿用力，也是在进步。随着练习，你会发现自下蹲得越来越稳，步伐也更有力。弓步蹲的好处可不少，它可以强化大腿前后肌群和臀部肌肉，因为起身时主要靠前腿发力，这对锻炼腿部爆发力很有效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上下楼梯、坡道其实就是类似单腿用力的动作。有了弓步蹲的训练，爬楼提重物都会更轻松。更重要的是，弓步蹲训练左右腿交替站立，能极大改善平衡协调。很多老人平时只是双脚站立，一只脚独立站就摇晃。练习弓步蹲等于给大脑和神经系统也上了一课，重新学会控制单腿平衡，这对预防跌倒太关键了。有了好平衡，走路自然稳健如飞，再也不怕稍微绊一下就摔跤。弓步蹲还可以稍微拉伸到髋关节，让胯部迈得更开，走路姿势更加矫健。需要提醒的是，如果您的膝盖已有严重退行性关节炎，或者刚做过置换手术，弓步蹲可能不太适合，务必咨询医生或物理治疗师的建议。一般的膝痛患者也可以尝试浅弓步，不下蹲太多，来加强腿力，但一定根据自己疼痛程度调整，安全第一，但也不要因噎废食。训练腿部力量对保护关节反而有益呢。俗话说，人有双宝，力行全靠腿脚好。健康长寿光顾的不一定是那些吃补药静养的人，反而常常是那些腿脚勤快坚持活动的人。我们看到太多例子，广场舞跳得欢的大妈大爷们一个个精神抖擞，每天打太极拳的老伯90岁还步履稳健，相反有些人50多岁就不怎么动弹，结果没到花甲，腿脚就退化得像80岁。可见养腿真的比养命还重要，至少腿养好了，你才能有命去享受高寿啊。还记得开头刘阿姨的故事吗？幸好她听取了邻居的建议，从那天开始每天练习上述的深蹲、抬腿动作，还报名参加了社区的健步走活动。几个月下来，刘阿姨感觉膝盖不那么酸软了，上楼梯不扶扶手也没问题，走路腰板挺直，步伐带风。她逢人就说，早该早点动起来，我这腿现在有劲儿多了。是的，70岁练腿也不晚，只要开始就有收获。无论您现在年纪多大，千万别再偷懒让腿部继续退化了。最后，我们送大家一句话，腿脚好了，胜吃人参果，天天动腿，寿比南山松。从今天开始，给自己的腿一个机会吧，养好我们的腿，这比保养什么灵丹妙药都管用。每天哪怕10来分钟的腿部运动，坚持下来，都在为未来储蓄健康本金。希望多年以后，我们依然能健步如飞，踏遍山河，真正做到老当益壮。让我们行动起来，从养腿开始，为长寿和高品质晚年打下坚实基础。